9天8晚的新疆旅游团要花多少钱？新疆旅游安全吗？到新疆旅游应该准备些什么？外国人可以到新疆旅游吗？和睦真的是条件很落后吗？来，跟我走。我们要开始准备出发了。做这种小弯，这里也有很多车，都是在准备出发去玩的。今天从乌鲁木齐出发去布尔津，是必须要去到布尔津，因为后面的行程都是一环扣一环的，所以不管多晚，今天是必须要去到那里。因为这两个地点的中间也没有适合住宿的地方，如果你赶不到那里，那你只好睡在车上。好在今天的团友是只有2个，坐得比较宽松。如果是满员了，坐6个人就会比较辛苦了。新疆的日出日落都比我们南方要晚4到5个小时，在夏天晚上11点钟才开始天黑，所以这边的人呢都是早上10点、11点钟才开始上班的，晚上8、9点才下班。我们行驶了3个多小时，终于到了一个休息站了。这里是一个沙漠，基本上冬季走北疆的都是大同小异的行程，所以很多的车子都是在这里作为一个中途的休息点。在这里要插入解答一下第3道问题了：到新疆旅游要准备一些什么东西？首先是衣服，最好是能够标明适合在多少温度的条件之下穿的，不要用你的肉眼去判断啊，觉得说很厚或者说看起来毛毛的，就觉得它很保暖。事实上，衣服的材质的隔绝性能才是最重要的，也就是说，它这个材质能够把你身体的温度和外界的温度隔绝开来。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像是雨衣那样，风和水它都进不到你的身体里面去，那你身体里面的温度呢，也就跑不出去了，这样子才能够起到一个保暖的作用。专业的衣服还有袖口收紧啊，还有这些带粘性的防脱拽的这些性能，防止你在走动的时候把里面的衣服给拉了起来。特别是裤子，如果没有这个功能的话，很容易就让你的脚踝露在外面。因为我们南方人，所以对雪地里面的衣服其实是了解的不够的。大家可以到专业的户外的服饰店去买。接下来你得准备的是零食或者说干粮，甚至是主食，你最好都带上，因为越是向着我们的目的地走，物价就是越高。其他的那些什么小药品啊、化妆品啊，那就看个人了。但是以上的衣服和零食，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必要的。为什么干粮都要带？请大家继续看下去吧。车子行驶到福海县了，这是司机让我们吃午饭的地方。我们吃了2份盖饭，25块钱一份。กินข้าวก็ได้กิน粉ก็ได้。从乌鲁木齐出发的时候，司机问我们想去天池还是海上魔鬼城玩，但是又说天池已经结冰了，没有啥好看的。那团友们就说去看看海上魔鬼城吧。我是懒得做攻略的了，随大流走吧。海上魔鬼城其实是众山环抱着一个湖，因为周边的岩石、土堆什么的都被这个封蚀了，所以形成了很多的孔洞。而这个戈壁滩上面、湖上面的风又很大，所以吹过去的时候就会有各种我们平时不太常听见的声音发出来，像是魔鬼的声音一样。ไม่ได้หนักมาก。这里的门票是20块，有巴士把我们送到了那个结了冰的湖面上，风是真的非常的大，冷到手指头痛。但是魔鬼的声音我就没有听到了，狼叫声倒是有的，就是这种被圈养起来的狼。在这里看了半个小时，实在太冷了，赶紧走人。
之后一直坐在车里，直接抵达了布尔津。这就是那网红桥。网红桥。这是。我对这里的印象很深刻，因为它的物价很高。上一次在这里买了一点点水果，就已经要50-60块了，导致我到现在都非常记得这一座城市。当时我心想，这本地人是得多有钱啊！在这边的建筑风格已经明显和中国的其他地区有区别了，像是这种尖顶的设计，在我们南方是不常见到的。这些居民楼的用色也非常的有异国情调。在酒店附近有一条石阶，人虽然说很少，但是这个耀眼的灯饰倒是真的非常多，给人一种非常繁华的感觉。牡丹呢？这里最出名的是一种叫做狗鱼的冷水鱼，因为它成长在冷水的原因，长得非常的慢，所以它的价格当然也就不低了。它的口感是属于这种有嚼劲的这种，非常的结实。我买的是一个美团的烧烤套餐，因为这是一个最便宜，但是又能够吃到鱼的一个办法了。其他什么清蒸的就得200多一条。回酒店的路上，我准备去买一包香烟，一看全部都要50块钱一包以上。换了3家问，也都是如此。这里的人真的是太有钱了。第二天我们出发去喀纳斯了，司机才跟我说，布尔津它是属于一个完全靠乌鲁木齐供货的地方，所以每到月底的时候就会样样都缺货。不是说这里的人都喜欢抽贵的烟，而是便宜的全部都卖完了，要等到下个月才会有那些新的便宜的香烟供应过来。并且还给我补了一句，现在越向喀纳斯走，物价就会越高，到时候你想买50块钱一包的烟，你都买不到。我们开始进入景区了，要在这里买门票。我又去看了一下香烟，果然最便宜的是60。雪都阿勒泰，净土喀纳斯。阿勒泰是这个地区的名称，而喀纳斯呢是一个景区的名称。它的中心的部分就是喀纳斯湖，大家都是为了去那里。而禾木呢，其实离那个湖是不远的，但是隔着一座大山，所以呢要绕很远的路才能够去到。你看这个薯片好吃的。เขาถ่ายนี่นะเขาเอาพี่เหรอ那滑得很，刹不住。刹不住车是吧？太滑了吧？这能刹住啊？如果你们2个租车来，就是这个下场。啊？没有，说他们。从进入喀纳斯景区开始，两边的风景就开始漂亮了起来，但是这个是从视频里面无法展示的。从乌鲁木齐一路走向禾木，越是往里面走，物价越高，路况越危险，风景也是越美。这真的就是一分美丽一分代价了。
沿途发生意外的车子真的是不少，我们的司机都在说，在南方很多人都没有这个雪地开车的经验，他们以为能够刹住车的地方，实际上是刹不住的。所以他认为说，南方的司机就不应该来这里自驾，太危险。下雪啦，下雪啦！老挝的朋友一直在叫唤着说，来了新疆都还没有看见过下雪，有一点失望。现在终于下雪了。这里是神仙湾，它和月亮湾、卧龙湾号称是喀纳斯的三湾，是3大必打卡的地点。这其实真的是名副其实的，打个卡就够了。在这里喝到了40块钱一杯的咖啡。再继续的往里面走到喀纳斯湖，就是45一杯的了。这个味道嘛，滴滴滴滴。雪山、雪松，加上木屋和木栅栏，还有半埋在雪里的大石头，终于我们感受到了雪乡的气息。先要声明，这个不是我配的音乐，是现场自带的，就在喀纳斯湖入口的这里，从这里穿过树林就可以去到湖边了。想不到我们历时将近6个小时，迎接我们的竟然是这么猛的音乐，来，摇起来吧！到入口了吗？离开喀纳斯湖，原路返回，再走另外一个路口去禾木。从喀纳斯湖去到禾木还需要2个多小时，我们都已经开始感觉到很疲惫了，只想尽快的入住到旅游销售他们所说的推门见雪的酒店去，好好的休息一下。
历时8个小时，终于到了和睦。入住的是和睦新村，这里基本上所有的酒店房间都是长这个样子的，的确是推开门就能够见到雪。但是和我脑子里面浮现的画面是，当你睡了一觉起来，发现你的房门都已经被雪给埋住了，然后你要很用力的才能够把你的门推开的那种推门见雪，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。ไหนมีบุหรี่เสือนะคุณบอกว่าไหนมีบุหรี่เสือได้บุหรี่แล้ว哦ที่นี่มี你靠，我们的晚餐就在酒店自带的餐厅里面解决了，一个米线，1份盖饭，109块。我们也实在是太累了，只是在附近看一下有没有香烟卖，就回酒店休息了。因为商店直接是香烟都没有。出去的，然后我们这边是进来的，所以现在出去的，出去。